先来吃个像衣柜河的咖喱牛肉面，再吃个云南米线。这家比我在昆明，哇，现在新鲜地人好多啊！去吃隋老师推荐的店，这家店好像只做午餐，还在排队。哇，排队还有6、7桌，起码1个小时，还是不等了，下次来吧。那个炒菜吃不了，还是来吃个牛肉面吧。那个人太多了，而且万一不好吃，也不想说他坏话。看到一个米其林必比登的牛肉面，上海面，尝一尝吧。这个位置牛，直接看到东方明珠，就在这里这家面馆。这也有个米其林餐厅，没事。衣柜河有可能是模仿这家店。牛肉面，这家店有60多年历史。猛的一看，它的这个汤头有一点像衣柜河的咖喱牛肉面，弄面条甩水还是有点手法的。你们这是老店？老店。对。看着像新装修的。因为老店地方拆迁掉了。哦。原来在老西门。查了下，在吉安路，那不就在衣柜河老店的旁边？衣柜河会不会就是受这家的启发？这是四喜。这是我的？不是，这。不知道这牛舌是店里预制的还是工厂预制的。它这个咖喱汤是煮开的品相，不是那些没煮开的。我现在找一张没煮开的图片给你们看一下。纯金色的基本就是煮开的，所以当时我在远处看的时候，我就感觉真的跟衣柜河品相有点像。其实远看比较像，近看的话还是没衣柜河金色那么明显。这个汤说实话比普通的好一点点吧，但是没衣柜河那好。你看，先是看，但是这个汤底的还是偏金色一点点的，淡金色吧，不会像味香斋那些平均水平是没煮开的。衣柜河的感觉，尝一尝，平底了，但这肉没衣柜河多，不是吧？温度一看就不烫，是没冒烟的那种。这个衣柜河像个60%吧，尝尝汤。这汤能像个60%、70%，但是不够香，整体味道特别强。这个牛肉一看就是不是汤锅里拿出来的。牛肉是预制的，很多一起预制的，有一点腥味。牛肉是做了去膻技术的，但是还是有点杂味。牛肉口感是嫩的，但不是那种尝一口就能让你说特别好吃的类型。但是它的汤不鲜美，挂不上汤汁面。吃块牛肚，单独吃一块钱汤。牛肚差距不是特别大，但品相差距挺大。牛肉差的挺大的，这牛肉不香。整体就是一个咸鲜味的青海牛肉拉面加咖喱粉的味道。这家面也是硬面，面条是偏正宗的。尝一尝牛舌，牛舌倒是特别嫩，就是有点杂味，腥味也算不上，嫩倒是挺嫩的，口厚比较好，就是有杂味。这家汤底是除了衣柜河唯一一家煮开的，但是它汤不鲜，面也挂不上汤汁，吃着比较分离。但这个汤已经比其他上海的咖喱汤吃好很多，咖喱牛肉汤好很多。尝一尝牛筋，牛筋口感比较有嚼劲，但没味道。这碗面整体的味道就像兰州牛肉面放了上海咖喱粉的味道。其实你如果吃了这碗面50多块，你就不会觉得衣柜河那78块的贵了。
就是易桂河也是预制的，但是它这个预制的水平不是太高，而且可能它这个时间有点长，预制的可能可以放2-3天，易桂河的可能1-2天吧。易桂河那个牛肉放在汤里，牛香味就特别重。牛舌它用了一个技法，去腥去比较好，口感比较好，但是有一股很明显的杂味儿，受不了的人可能就吃不了。然后它这个汤是温的啊。上海汤面整体水平不行，如果没有易桂河，这家就比其他强很多。我怀疑这家店40-50年前可能是有点东西的，现在就是汤面肉分离，没啥香味。观察这个汤底，跟易桂河比不够精，还是差很远。它还是没有过那个及格线，比较割裂还是。我吃到这里就差不多了。这是牛肉汤底，牛肉汤底、咖喱汤底，是真材实料，只是它不鲜美，不像易桂河那种汤，就是它估计加了牛骨以外的东西。我有个广东观众说得好，看我的频道的视频看多了，顶级面条品相看多了，光看汤头的色泽跟油亮程度都知道这个面香不香。反正现在你看这个汤底，基本就是死死的，一点油亮都没有。刚刚这家店吃了啊，如果它是老上海的回忆，那易桂河应该是模仿他们家，然后把它的面煮得更好。主要易桂河那个有鲜美的味道，它这个没有，但是他们俩的味型是一样的，可以说煮法、做法、配方都是很相似的。它这个面条还可以，比较有筋骨，也是白筋的，是正宗上海的面。牛肉做的有点太像那种批量生产的，没有那种小店的味道，但做的也还可以吧。没去他们家这个牛肉是非常注重去异味，他是把异味去了，但是会有别的味，你仔细来吃的人就知道。他家反正汤头来说吧，上海咖喱牛肉汤除了易桂河唯一一家能把咖喱粉煮开的，其他我觉得都粘在一起。真材实料牛肉汤啊，不是牛骨汤煮的应该是。来吃个米线，被包场了，全包场。搞半天云南旅行团来这里吃云南菜，吃米线。这个汤也是不错的，你们可以来试试。这家比我在昆明吃过的都好吃啊！它这个汤头绝对是好汤头，你们可以来试一试。猪骨汤和鸡汤，猪骨汤炖得很浓，这没有科技很活，这样才是有味道的汤头。这个汤才是好汤，广东人可以来尝一尝这个汤。